五桂山绵延300平方公里，加上它周围众多的低山丘陵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山系。温润的气候，充沛的雨水，让这里成为众多食物原材料的理想生长地。依傍山林的人们因时而食，他们采摘、捕捉、挖掘，酿制着各式各样、充满山林气息的美味。入秋后的五桂山依然翠绿，梅雨季节早已过去，大山深处的溪流显得格外清澈。由于常年多雨，像这样的溪流在连绵的五桂山中随处可见。就在这些溪流当中，隐藏着一种稀有的美味——山坑螺。阿康从小生活在五桂山脚下，今天他走了很远的山路，才找到了眼前这条人迹罕至的溪流。而今，只有在这样的溪流里，山坑螺才最有可能找到。秋天是山坑螺最肥美的季节，中山人向来对山坑螺的美味情有独钟。然而，要成功捕獲它們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其實執山坑螺係一份好辛苦嘅事。日頭去嘅時候，第一山路遙遠，而晚黑去能見度反而仲低，同埋會遇到各種嘅危險，例如蛇或者其他危險。太陽剛落山，山林裡的光線隨之暗淡下來。鴨腳木是五桂山里常见的灌木，新鲜的鸭脚木树叶散发着微辣而清香的气息。这些鸭脚木是阿康今天捕捉行动的关键所在。捣碎之后的鸭脚木，枝叶被充分释放出来。这一处的溪水流速平缓，是捕捉山坑螺最佳的地点。鸭脚木的气味将沿着溪流逐渐扩散开来。对于山坑螺来讲，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接下来的一夜，神奇的一幕即将发生。清晨的五桂山，凉气袭人，雾气和露水讓山路有些泥濘。身邊嘅朋友依家都仲好多佢中意執山坑螺，因為好食，同時都吸引埋好多山外面嘅人過嚟執。所以依家山坑螺越嚟越少。阿康拿起了鸭腳木，只見山坑螺緊緊地吸附在上面。1個小時之後，阿康走遍了昨晚設下的5、6處捕捉點，小心翼翼地將這些美味收入囊中。爆炒山坑螺是最經典的做法，把青椒、紫蘇、薑、蔥在熱油中爆香，放入山坑螺之後猛火爆炒。此時，山坑螺鮮美的肉質吸收了飽滿的湯汁，香氣四溢。這既是一道主菜，又是獨具風味的休閒小食。煲湯或清蒸，都是為了對山坑螺鮮味的提純。這種來自溪流裡的美味，是五桂山送給人們的一份秋天的禮物。而在盛夏的山林裡，大頭田筍正在等待收穫。在東陽山的這座小山丘下，
老杨细心地照顾着这片面积不大的竹林。今天，他在竹林里寻找着成熟度适中的甜笋。多年的种植经验告诉他，有着黄褐色表皮的甜笋，才会有上佳的口感。过于嫩或过于老，在口味上都有欠缺。嗰啲筍咧，佢鹹嗰啲纖維多，仲有啲美容養顏嘅添。有時買啲五花肉啊，你喜歡啲嘅就買啲燒肉都炒得㗎，買啲瘦肉都炒得，買啲排骨又炒得。新鲜的大头甜笋，去掉笋衣之后切片，在温水中浸泡20分钟，再放入凉水中冷却。此时，甜笋本身带有的少许涩、麻及苦味儿被彻底消除。老杨是客家人，他的拿手菜之一就是这道客家名菜——鲜笋焖鸭。笋的清甜与鸭肉的荤香完美搭配，甜笋的单一口味得到了中和。焖讲究火候和时间，恰如其分，才能保证这道菜的口感。同时，甜笋这种家常的蔬菜所富含的高膳食纤维也能够完美保持。冬天里的五桂山，连绵的山峰时常被雾气笼罩。围龙屋是客家人的象征和标志。客家人100多年前开始陆续迁来五桂山。10年前，陈永新和他的父亲一起设计建成了眼前这座巨大的围龙屋。本身呢，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。就说我们整个家族来讲呢，对客家文化也是比较情有独钟的。我相信，在这里，如果大家看到这样一栋客家土楼，很有那种客家的归属感，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安入山，就看见到田间树啦，出山。又见到树啊，甜甜呐。秋风起，吃辣味儿，是岭南的一句俗语。这几天，厨师张元武和他的同伴们，趁着天气正好，忙着制作客家辣味儿。无论是腊肉、腊肠、腊鸭、腊鱼，这些美味的原材料，都是来自这座山里。这可能就是客家辣味有别于传统广式辣味的根本所在。好的腊肉放在那缸里面，过年吃了以后，放到明年的6、7月再拿出来蒸，吃的越有弹性，越有香味，味道更好。冬天，对于五桂山的客家人来说是短暂而宝贵的。像这样在围龙屋里大规模制作腊味的场面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上演。张元武有着多年制作客家腊味的独到经验。胡椒、蚝油、蔗糖、盐是制作腊味的必备调料。然而，品质上乘的白酒和当地出产的酱油，才是制作腊味的秘诀。猛烈的阳光和干燥的季风，把腊味中的水分一点一点地带走了，肉质开始变得紧实。经过这样晾晒的腊味，可以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晒干以后就放到那个坛里面，一层稻草，一层腊肉，再加上一点腊鸭，腊鸭是有油性的，放到腊肉里面一起混合，就有一种腊味香味。五桂山的客家人最喜欢把腊味拿来蒸。风干之后的腊味在蒸汽的作用下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。这种简单而直接的烹饪方式，
能够最好地保存食物的原味儿，咸香浓郁，嚼劲十足。客家辣味儿饱含着风、阳光和时间的气息。这股独特的辣味香，传递着山林里的客家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。唇齿留香间，品出的是人情的味道，岁月的味道。清凉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，是制作客家豆腐的点睛之笔。这是山林给予客家人的又一个馈赠。每天，陈雪辉都用石磨研磨的方式制作客家豆腐。他们相信，这种用传统手工方法制作出来的豆腐更加嫩滑细腻，充分释放了大豆的香气，最终成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山水豆腐。把事先调味的肉馅酿入豆腐，慢火煎熟，油脂渗入豆腐之中，肉香豆香交织萦绕，成就了最经典的客家味道。在这座山林里，陈永兴、张元武和陈雪辉用各自的方式守望着客家人的传统。四季常青的五桂山，为依傍山林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原材料。傍晚时分，周庆基与儿子将院子里晾晒的中草药收起来。前几天一直在下雨，今天阳光不错，可以将药材上聚集的潮氣蒸發。就以前叫做攞啲樹仔茶，咁啊五桂山嘅涼茶，然之後翻屋企咧曬乾佢，咁有時啊感冒啊發熱啊，咁拉啲嚟煲，煲咗之後咧嗰啲感冒咧就可以好咗噶。最熱係嗰幾日㗎啦，中秋節時啊最熱。这些淡竹叶祛感冒效果非常好，它有发汗的作用。刚才这样出这么多汗，如果再缩进去，那就感冒了。那就要这些包来吃，效果就非常好。在五桂山已经发现的中草药当中，土茯苓是比较稀有的。这种攀援状灌木的根茎，就是中山人钟爱的一味汤料。土茯苓煲草龟，是暑热天气里的风味汤水。把土茯苓、龟板、山坑螺、猪大骨微火熬制2个小时，土茯苓具有的解毒、除湿和调理脾胃的功效，让这里养生靓汤大受欢迎。米仔头是中山人对土茯苓的昵称。娟姐做了一手品质极高的米仔头糕，将事先研磨好的土茯苓粉细细筛过，加入山泉水调和，在热力的作用下，土茯苓中的淀粉迅速发酵膨胀。娟姐需要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粘锅。如果你係個土茯苓要好食，食得好，人咁就好咁好，咁人你只好就1日麻晒佢嗰隻土茯苓糕，咁人對人體就係好有好處啦。如果放2至3日食咧，都冇咁好噶啦，食得口感又唔一樣噶啦。米仔頭糕的最佳口感是在冷藏之後，凝而不固的米仔頭糕本身幾近無味，加入蜜糖，便有了爽口糯滑的風味。人們喜歡吃它，
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营养元素。中山人制作食物时向来不怕麻烦，也笃信自己的手艺。正是这份讲究，才有精品生成。在压髻山、铁炉山环抱的谷地里，恰到好处的日照、暖暖的季风、松软的沙质土壤和一年四季不断流淌的山泉水，让这片土地蕴含着神奇的能量，成为优质水果的理想生长地。为了方便照顾这些果木，李彪把家安在了果园里。像往常一样，今天他一大早就来到地里。这些仙人掌科的植物在静静地呼吸，凉爽的空气中饱含着果木的幽香。这里的山又漂亮，水又漂亮，它全部都是没有污染的嘛。在这里干活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那种感觉。火龙果，这种来自中美洲的热带水果，在李彪10几年的精心优化改良中，口感越发香甜。然而，在李彪眼中，可食用的不仅仅是火龙果的果实。这道炒花蕾是李彪的独创。把火龙果的花蕾在最鲜嫩的时候摘下，在热油中与鲜百合同炒，淋上少许蚝油，放入烤熟的腰果，就是一道清新的田园菜。用鲜花作为主材料做菜或包制汤品，是一种难得的味觉体验。它浓缩着季节的味道。下午，李彪带着儿子将树荫下的这片空地清理干净。草山下埋藏着他1年的期待。这里埋藏着一坛酒。在李彪看来，潮湿并相对低温的地下是酿酒的好环境。係啊，爸爸放落去啊嘛，上次同阿洪家叔叔嗰啲係放咯。用火龍果釀酒是李彪的一個靈感。把那個火龍果那個皮剝開之後，把火龍果放到酒缸裡面去，然後就按照比例加一點那個冰糖，還有就加一點那個酵母，密封它之後就燜，燜大概是半年左右吧。香。在几次不成功的发酵之后，这坛酒有了更完美的转化。火龙果酒以酒的形式延续了果肉的甜香及原浆带来的醇厚口感，这是火龙果历经1年的蜕变。春去秋来，李彪的人生也在这里开花结果。火龙果对于我来说，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那个转折点，主要是有了一个家，就是心就定下来了。这是一个果农最单纯的人生梦想，也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结。时间在光影的变换中悄悄流逝。7月，在神湾的压髻山与铁炉山之间，梯形的菠萝田里，大片的菠萝正在由青转黄，它们即将迎来生命中的黄金阶段。阿红的果场里，神湾菠萝一批接一批的成熟。凤梨科的菠萝从叶子到果实
都带有锐齿，几乎让人无从下手。阿紅的手上布滿傷痕。月亮公婆上嚟嘅咁，成班工人開開心心咁做下嘢嘅，咁啊只係一年到晚嘅就唔會蝕本，好過打份工咁，我哋已經好滿足㗎啦。漂洋過海而來的菠蘿，來到神灣這片山地裡，就神奇般地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，變得爽脆無渣，甜蜜清香。用菠蘿入菜，也是中山人海外飲食文化的一種傳承。菠蘿咕嚕肉是宴席的熱門菜，切成丁的菠蘿與豬肉被多種原料層層包裹，力求色香味俱全。相比較餐廳裡的精工細作，阿紅在自家廚房裡烹製的菠蘿雞，更凸顯食材本身的味道。散養在果場裡的跑山雞，肉質細嫩，與甜酸口味的菠蘿組合出了這道經典菜式。荔枝木將火燒得很旺，雞肉與薑蒜在熱油中煸炒，倒入勾好的芡粉，放入菠蘿後即可出鍋。以菠蘿為代表的水果菜，就是巧妙混搭的典範。這是一種饒有趣味的嘗試，也是對新奇口味的追尋。這些來自山林的食材，帶着自然的味道和辛苦的培育，不斷滿足着人們對美味的追求。在中山人的廚房裡，它們被精心變化出百般滋味，這是人們對食材本身的美好創意，更是對大自然的無限敬意。對於一頓營養而美味的早餐，中山人發揮出無限的創造力。不管是蒸、煮、煎、炸手法烹製的精緻點心，還是現場製作滾燙鮮熱的粥粉麵，一份舒心滿意的早餐，是對早起人們一種最好的獎賞，帶給人一天的好心情。